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之前我们讲过的犯罪案件大多都是真刀真枪近距离作案，而今天这起麦当劳的案件却完全颠覆我们的认知。10年时间里，嫌疑人用一个电话策划了一切，还把麦当劳卷入了2亿美元的天价诉讼，连律师都表示自己从业几十年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案件。故事发生在美国肯塔基州的华盛顿山。2004年4月9号当晚，当地一家麦当劳分店向警方报警求助，电话中接线员不断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是否有人受伤，是否发生盗窃等等。可报案的人却表示都没有，只是发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，很难在电话里讲清楚。很快，警员巴迪就驱车来到了案发餐厅门口，推开麦当劳的大门，警员仔细审视着餐厅里的环境，从大门到厨房这段距离，一切都很正常，没有鲜血四溅的现场，也没有惊慌失措的人群，所有顾客都若无其事地吃着食物或者聊着天，对警员的到来也是一脸疑惑。穿过走廊，警员来到了麦当劳的办公室，一进门就看到有个年轻女孩在哭泣。除了这个女孩，办公室里还有另外2个人，一个是餐厅女经理唐娜，另外一个是中年男子，是女经理43岁的未婚夫沃尔特。看到警员的到来，3人紧张的表情有所放松，可是还没说上几句话，他们紧张的情绪又涌了上来。在听了经理描述的大致过程后，警员一脸震惊：你是认真的吗？为了确定经理说的事情是否属实，警员回看了办公室的监控，整整3个多小时。虽然监控画面没有声音，但是通过人物的活动，警员还是理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监控画面显示，大概3个多小时之前，有一个男子打电话到店里，接电话的人是餐厅经理51岁的唐纳·萨默斯。唐纳表示，电话里的男人说自己是警察，隶属于华盛顿山警局。男子告诉唐纳，你店里有1名员工涉嫌盗窃客人的财物，这名员工年纪在20岁左右，体型娇小，头发深色。听了这番描述，唐纳想到了18岁的路易斯·奥格，因为无论是身形还是年龄，路易斯都非常的吻合。路易斯表示，当时自己母亲刚刚失业，家里的经济压力比较大，所以便来餐厅打工。被经理叫到办公室后，自己非常疑惑，因为当时是店里的用餐高峰期，外面已经快忙不过来了。听到经理怀疑是自己偷了顾客的钱包，路易斯一脸茫然，他不断向经理解释，可经理一直在听着电话。电话中的男子告诉唐娜，现在有2个解决方案，要么让我们警方直接去餐厅逮捕路易斯，要么就是你代替我们对路易斯进行搜身。虽然警局就在2公里外，但是客流高峰期，警员进店抓人，作为门店负责人的唐娜，她是想都不敢想，所以她很快就同意了第2种方案。因为作为女人，她觉得搜身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而最重要的是，如果真的是让警方来上门抓人，那自己很可能就会被公司炒鱿鱼。按照电话的指示，路易斯把全身上下所有的口袋翻到了外面，但是并没有被盗的财物。唐娜以为事情就此结束，可电话里的男人又提出要求，让自己用东西挡住办公室房门的玻璃。被搜身后的路易斯告诉唐娜，自己没有偷东西，自己是清白的。虽然唐娜也相信路易斯不太可能会偷东西，可她还是服从了电话中男子的命令，让路易斯从外到内把身上的衣服一件件脱下，从衬衫长裤到内衣内裤。此时的路易斯全身已经一丝不挂，他第一次对着外人脱光衣服，路易斯就显得很不自在，他开始小声哭泣和求饶。而在狭小的办公室里，路易斯能求助的人只有经理唐娜，可在权威面前，唐娜根本就顾不上同情路易斯的感受。警员觉得非常不可思议，唐娜居然连怀疑都没有怀疑，警局就在2公里外，明明几步路就可以验证真伪的事情，他都没做。这种智商水平的人真的能当好经理吗？在接到电话的1个多小时后，路易斯的所有个人衣物被装进了袋子，
还被带出了房间锁在了车里，那相当于判了路易斯半个死刑。试想一下，你在河里洗澡，然后你放在岸上的衣服突然间被人偷走了，而且岸边还有一群人坐在那里看着。那作为一个涉世未深的18岁女孩，路易斯根本就不知道要如何应对，她甚至不敢趁着经理离开时偷偷把电话盖上，然后报警求助。她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一边坐在凳子上紧紧抓住围裙，一边等待经理回来，或者说祈祷其他人不要走进办公室。可事与愿违的是，路易斯最不想出现的情况还是发生了。一个中年男人推门进来，他不是餐厅的员工，也没有身穿任何制服，他是经理唐纳的未婚夫沃尔特。唐纳之所以会叫沃尔特来办公室，是因为电话里的警察下令，在警员抵达餐厅前，需要有一个男人看住路易斯，以防止他逃走或者做出其他过激的行为。看到这里，警员巴迪忍不住爆了句粗口，因为监控画面总共有3个多小时的时长。在唐纳讲了1个多小时后，他把话筒递给了未婚夫沃尔特。按照电话中男子的指令，沃尔特把路易斯身上的围裙拿了下来。18岁女孩就这样全身赤裸暴露在一个中年男人面前，路易斯最后的防线被彻底击溃。沃尔特觉得也很尴尬，因为他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。他努力把眼光转向其他地方，可电话里的命令却一次次强迫他把眼光拐回到路易斯身上。大概几分钟之后，路易斯被要求做上下跳动还有高抬腿这些动作，以验证身上是否有夹藏赃物。而在这期间，唐纳曾多次进出办公室，为了避免误会，每次经理进来时路易斯总会用围裙遮住身体。接着沃尔特被要求用手搓路易斯全身的皮肤，就像是澡堂服务那种搓澡那样。男子解释说，这是为了查看路易斯是否有藏钱的痕迹。那这还不算什么，更荒唐的是接下来的命令。路易斯被要求弯腰站着，以方便被沃尔特用手拍打臀部。那警员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。作为一个年近半百的人，沃尔特的社会经历其实并不少，可从头到尾他都没有质疑这些荒唐的命令。在断断续续被拍打了20多分钟之后，路易斯呢已经彻底被吓傻了。此时的他已经完全麻木，完全服从了电话里的命令，包括允许沃尔特用手伸进他的阴道，再到为沃尔特口交，甚至直接坐在凳子上与他发生关系。那越到后面，男子的命令呢就越大胆，内容呢也越黑暗。那警员几次想退出观看，但是为了破案，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全看完。那说到这里，大家肯定会认为这就非常荒唐。可沃尔特表示，其实当时他也很怀疑，但是每一次对方似乎都能找到这些命令的理由。例如男子说，让自己和路易斯接吻的原因是为了查看路易斯是否有喝酒，让自己把手指插入路易斯的阴道，是因为有很多女性习惯性的把赃物藏在里面。在做完这些事情后，沃尔特稍微冷静了下来。几分钟之后，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然后匆匆就离开了办公室。随后，一个更大年纪的保安走进了办公室，他接过电话听了几句后，直接提出了质疑。还没等保安追问警员编号，男子就匆匆挂断了电话。那至此，3个多小时的闹剧终于被结束。也是直到这个时候，经理几人才明白这是一场骗局。经理唐纳和沃尔特回忆，电话中的男子从头到尾都非常的冷静，而且似乎很熟悉警方的办案程序，很难不让人相信他是警察。可是这人真的是警察吗？他作案的动机又是什么呢？这又是不是他第一次作案呢？看着路易斯，警员巴迪是既气愤又难过，因为警员和他刚好是邻居，而且和他父亲也是多年好友。看到好友女儿遭遇如此事情，巴迪下定决心，老子就是挖地3尺也要把你给揪出来。警方试图从电话入手调查打电话男子的身份，可由于对方使用的是公共电话，所以一时之间没法追查。不过好在当时一位店员就告诉警方，座机电话按下星号还有数字6和9，就可以显示上一个拨入的电话号码。而这条线索呢，就给了警方极大的帮助，那起码有一个方向可以来追踪。
按照警员的推测，这个嫌犯应该是本地人，也许他认识路易斯，或者是说曾多次到这家门店用餐。案发时呢，用的应该就是麦当劳附近的公用电话，以方便观察事情的节奏是否在预料之中。后来警员突发奇想，试着在网上搜索麦当劳脱衣搜身，结果立马就蹦出了很多结果。全美32个州几乎都发生过类似的事情，除了麦当劳，还涉及到其他店铺，数量呢更是多达70多件，也是类似的作案手法。有几个案子还出现了相同的名字，斯科特警探。从1994年到2004年，持续时间长达10年之久。这说明嫌疑人的背后要么就是他一个人，要么就是一个团伙。如果不及时破案，那肯定还会有人遇害。可是敌人在暗，我在明，人海茫茫，要去哪里找出幕后黑手呢？那到了这里，警员的调查就陷入了困境。警方走访调查了很多受害者，结果发现嫌疑人作案的地方大多都是偏僻小城镇，而这一类地方的人似乎更加容易服从政府部门，而受害者呢，大多都是10几岁的女孩。那在一次又一次的练习中，这个嫌犯可以说是越来越熟练，对人类心理的把握呢也越来越精准，他享受刺激的阈值呢也越来越高。虽然想法很多，但是因为调查进展缓慢，案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。几个月后，调查该案的人就只剩下警员巴迪，也就是前文中路易斯父亲的好友。他致电美国电信局，工作人员表示，这条号码呢是预付费用的电话卡，系统没有存入使用者的身份信息。不过工作人员表示，这条号码呢是从佛罗里达州的巴拿马城拨出的，与案发地相隔960多公里，开车呢需要11个多小时。他找到电话拨出地，下一步警方要做的就是确定电话卡是在哪里销售的，那顺着这个销售地肯定就能查出使用电话的主人。一番走访下来，警方就发现电话卡被卖出的时间呢是2月19号，地点呢是巴拿马的一家沃尔玛超市。有了这条线索，警员是喜忧参半，因为他们知道沃尔玛肯定有监控。不过作为大型超市，沃尔玛进出的人员非常之多，要在上万名顾客中确定一个人，难度真的是很大。而且超市里面有近100个摄像头，不同的机位算下来，工作量就瞬间翻了10几倍。而更要命的是，有一些监控片段呢，它的像素并不高，部分摄像头呢还会来回转动。因此整整4个多月的时间，警方都在看监控，但是呢依然没有能确定买卡的神秘人。不过这次去佛罗里达州，警员巴迪还是找到了并肩作战的队友，两人虽然身处不同州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目标，那就是找出这个幕后黑手。而半个多月之后，沃尔玛就递给了警方一盘录像带，里面是收银台的监控画面。那从这段俯视角度的监控，警方就发现买卡的人是个白人男子，身高在1.8米左右，黑色头发，年纪呢大概是在30多岁左右。顺着这段视频，警方就找到了其他机位的监控，而这一次警方就不再是无头苍蝇，他们很快就确定了嫌疑人的具体打扮。那当时嫌疑人戴着墨镜，长裤侧面上呢还有一条长鞭，这是警服的重要特征。那难道说他真的是一个警察吗？到了这里，警员巴迪深吸了一口气，那一场10年的交锋终于来到了高潮。警方猜测，嫌疑人之所以要选择在巴拿马打电话，是因为巴拿马靠近海边，是一个旅游城市，人员的流动非常的复杂。那如此一来，嫌疑人就可以有效躲避警方的追踪。肯塔基州警员和佛罗里达州警员坐在一起，仔细分析了录像带，结果他们发现这名嫌疑人应该是个狱警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警察。这个发现马上缩小了排查范围，因为当时巴拿马就只有3所监狱。而最后他们确定，嫌犯呢的确是一名狱警，名字叫做戴维·斯图尔特。而更巧的是，当时斯图尔特刚好就在值班，直接就被警方逮了个正着。搜查令下来之后，警方来到了斯图尔特的住所，里面不但摆着上百本警察书籍还有杂志，还有转为正式警察的申请书。那不难看出，斯图尔特真的很希望成为一名真正的警察。而在一个抽屉里，警方就找到了一张电话卡，这张卡就是沃尔玛那张被卖出的卡。警方找到检察院，希望能够以1级性侵罪起诉斯图尔特，
可是检察官却认为，真正侵犯路易斯的人是沃尔特，斯图尔特从头到尾只是通过电话遥控，顶多呢只能算是诈骗罪，很难直接以性侵罪起诉他。为了让罪魁祸首绳之以法，华盛顿山警方辗转多地，找了很多检察官，可大家都表示爱莫能助。警员巴迪很不理解，我花费这么久的心思抓到的人，结果你们跟我说现在没法起诉，我得谢谢你哦。而在警方与斯图尔特拉开决战的同时，另外一边，路易斯和麦当劳的天价诉讼也拉开了序幕。案发几个月之后，路易斯呢就正式起诉了麦当劳集团，并且提出了2亿美元的天价赔偿金。这笔金额是当时麦当劳自成立以后被个人索赔最大的一笔金额。那曾经的员工和雇主，如今呢已经成为原告和被告。而这起诉讼引起了全美律师的关注，很多大咖律师争相代理，可以说是世纪之变。在法庭上，麦当劳的辩护律师就直接说道，2亿美元这个数字就已经暴露了你们的目的。其实麦当劳的策略很简单，就是把责任全部推给唐纳和沃尔特。同时呢，他们还请人调查了路易斯，暗示这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计谋，是有人让路易斯作为棋子，想以此狠狠宰麦当劳一刀。那说的难听点就是这群人穷疯了。为了反驳这些说法，路易斯的律师也派人做了调查。他发现其实早在路易斯之前，麦当劳就有很多门店发生过同类事件。麦当劳管理层早就知道这些事情。作为世界知名集团，麦当劳集团管理层不但没有及时做出补救措施，还对这些事情闭口不谈，甚至下了封口令。路易斯的律师表示，这其实就是一则通告就能解决的事情，甚至用一句话就能够避免。例如在门店办公室里贴上一张便条，提醒员工要小心有人冒充警察。这么简单的事情，麦当劳集团居然都没有做，甚至不愿意去做。所以你们说自己一点责任都没有，你觉得大家会相信吗？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？而路易斯之所以会开出2亿美元这个金额，那很大原因在于这是一笔惩罚性的赔偿诉求。意思是说，你作为一个国际知名大公司，整整10年居然在如此重要又简单的事情上一直犯错，那我肯定要你赔多点，那不让你掉块肉，估计你还是会继续装聋作哑。而经过数番激烈的辩论之后，布利特县法院就同意了路易斯的诉求，不过呢，把赔偿金降到了610万美元，那其中500万是惩罚性的损失赔偿，而另外110万呢，则是补偿性的赔偿。而在另外一边，警方对餐厅经理唐纳以及他的未婚夫沃尔特也提起了诉讼。沃尔特虽然承认自己的确侵犯了路易斯，可他说自己是执行电话里那位警官的命令，罪魁祸首是斯图尔特。沃尔特的律师告诉陪审团，他的当事人是一位棒球教练，平时热心助人，为人正直，在社区里呢是备受好评。而在这件事情上，他是不小心被迫做出了不正确的选择，所以希望法院呢能够网开一面，判处他缓刑。可是法官直接拒绝了这个请求。那作为精神正常、智商在线的成年人，唐纳和沃尔特可以说是完全有条件终止悲剧的发生，可他们却并没有。那最终沃尔特被判处5年监禁，而唐纳呢则被判处1年监禁。那虽然他因为这件事情得到了麦当劳100万美元的赔偿，但也是因为这件事情他失去了工作，还失去了和男友即将完成的婚姻。处理完唐纳和沃尔特之后，警方就回到了斯图尔特身上，还把他的保释金提高到了50万美元。但在律师的一番骚操作之后，保释金呢就变成了1/5，也就是只有10万美元。那斯图尔特呢也因此大摇大摆从监狱里走了出来。那看着逍遥自在的斯图尔特，警方是越想越恼火，恨不得过去直接甩他几拳。2006年10月，法院就召开了斯图尔特的审判，而开庭当天，法院外面挤满了各路人群，那记者的设备可以说是比人还多。各家媒体呢纷纷争相报道这个电话骗局。法庭上，检方罗列了几项证据：其一，监控片段显示是斯图尔特购买了手机卡；其二，
这些电话拨入各个餐厅时，斯图尔特都不再执行，他有充足的作案条件。其三，拨出电话的几个公用电话亭，斯图尔特呢都非常的熟悉。那其四，当天在肯塔基州的警方面前，斯图尔特曾经说了这样一句话：谢天谢地，一切都结束了。这就表明他间接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。可是斯图尔特的律师则认为，我当事人的确购买了电话卡，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打电话的人也是我当事人。律师之所以会这么说，就是因为他知道警方拿不出电话录音，那没有电话录音，一切都是白搭。其次，他还表示，当斯图尔特被警员审问一段时间后，说了一句一切都结束了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。那就像你忙完一天的工作后发了一句牢骚，累死我了。那仅凭这句话就说斯图尔特是幕后黑手，那你以为法律是你家写的吗？而经过一番商议之后，法院就判处斯图尔特无罪。那这个判决呢，就让警方彻底傻眼，因为这个结果和他们的预料完全相反。警方无法接受这个结果，那回到局里，他们就冷静下来。那也许当时就不应该直接去监狱找斯图尔特，不应该这么直接，那应该等人赃并获的时机再来实施抓捕。可是出于警察的责任，警方呢根本就不愿意看到再次有人受到伤害。而值得一提的是，自从警方抓到斯图尔特之后，便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案件。那从1994年到2004年，这场历时10年的电话搜身案，随着斯图尔特的审判被彻底翻了过去。最后，小袁要说一句话：有些人呢，他虽然无罪，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是无辜的。我是小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